珊珊，今天我们聊一个全网都非常火的事情，是吗？史前核战争啊，这个真的在之前发生过吗？发生过。之前我们有一期影片讲到硅基生命的，然后在里面我们也说到，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是被那些硅基生命毁掉的。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史前核战争。说到核战争啊，我们就绕不开一个人。谁啊？这个人就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对，奥本海默是这个世界上创造原子弹的第一人。那很厉害啊。对，他超厉害的，在1945年的时候，他创造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他今天也是我们整个史前核战争是否存在的唯一线索。哦，他是唯一的线索。对，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跟他有关的一些证据，真的可以证明史前核战争是真的存在过。故事是这样的啊，在1952年的时候，奥本海默在他的一次演讲结束之后，他的一位学生就问他说：“奥本海默先生，在阿拉莫戈多核爆实验的那一次，是不是我们人类第一次拥有核武器？”然后，这个就是很暧昧的地方了。奥本海默露出了一个很诡异的微笑。诡异？对，他说：“如果算近代的话，是的。”啊，就第一次发生核战争的那个。对，我相信我们很多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也会意识到一个问题，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之前有过。那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呢？这个就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了。经历啊，他在1929年的时候，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担任物理学的助理教授。但是呢，他刚来的时候，他有个臭毛病，他谁都瞧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富二代。家里家境都特别好嘛。那只是富二代就瞧不起人家，他自己实力呢？他是个天才。他当年1929年的时候，他去伯克利分校担任物理学教授的时候，他才25岁。那倒也是，都能够做第一个原子弹了。对，就是这种背景，他又有钱又聪明，所以他很多人都瞧不上。但是他只唯独欣赏一个人，这个人叫阿瑟莱德。阿瑟莱德是当时的一个梵文系的教授。但是呢，这个教授有一股非常吸引他的地方，因为这个教授他看梵文嘛，但梵文里面会有很多哲学上的思想，他就特别崇拜那个教授。那个教授他其实是斯多格派的那种风格。斯多格？对，听说过吗？没有。斯多格派它其实是一种哲学上的一种派系吧。它其实核心就是你管好你自己。它分内在权和外在权。内在权是说我只需要关心我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我的能力范围是什么？今天我要决定做什么，就只管自己，不去干涉别人。对，外在权是什么？外在权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些东西。就比如说天气、人、事物。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他们在尝试用内在权的力量去干涉外在权的力量，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想法不一样，因为哲学家总有那股气质嘛。然后时间久了，在1933年的时候，奥本海默就决定，跟那个教授一起学梵文。梵文是什么？梵文算印度的一个很古老的语言。一个语言啊？对。他为什么要学梵文？其实就是因为他跟这个教授待久了，他就觉得这种哲学的东西他非常喜欢。然后就问他，你读了这么多书，有什么推荐吗？他说，我读了这些书，你可以看看。他就跟着那个教授去学梵文。学了梵文以后，他就开始读了第一本梵文经书。他就是学这个语言就是为了去读原文。他读了那本书叫《博家梵歌》。博家梵歌，对，是一本哲学的书。但是有的事情啊，它就是这么巧。这本书本身是另外一部古印度的史诗级巨作一部分。它叫《摩诃婆罗多》。这么多专业的名字。它是一本书，但是摩诃婆罗多啊。所以他就顺带的把一整本摩诃婆罗多又读了一遍。结果他在这本书里面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因为摩诃婆罗多里面有一部分记载，当时有一种武器叫阿格尼亚，传说它会射出无烟的火柱。无烟的火柱，亮度就大概10000个太阳这么大，然后它产生的热量，海水都会沸腾，大地都被烤焦了。这么厉害啊！天上的鸟脚都溃烂了，然后被它击中的士兵或者被它照射到的士兵开始浑身溃烂，脱发、掉指甲。然后这个时候，只要被它照射到的士兵，他们都试图跳到海水里面，不断的清洗自己的身体，想要洗掉那种隐形的灰尘。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过死亡的审判。这就很像核，像不像核爆？像，一模一样。就是你想，这本经书其实在5000年以前，5000年以前就有这本经书。而且巧合的是，在1945年的时候，奥本海默的第一个实验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叫什么？叫三位一体实验。三位一体？对，三位一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三位一体，为什么会说？
因为从官方的解释来说，奥本海默说他这个名字是从一个诗歌里面来的。但是呢，三位一体本身是整个印度教的核心。三位一体是他们的3个神，或者是他们是一个神。分别是创造、维持、毁灭。他其实就是在潜意识的告诉别人，这个事情我在复现。而且他当时1945年那次核爆，他的反应也很诡异，就是核爆嘛，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都在欢呼。但是奥本海默就默默地看着现场，他说：“我现在成为了死神，世界的终结者。”这句话也是那本经书里。那他为什么要做呢？他明明知道会大家都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做？他毕竟是科学家嘛，而且政府让他做。就是研究的什么？研究出一个能够让战争停止的东西。然后说了这么多啊，你肯定会想，他可能是各种巧合，他只是一个喜欢读梵文的科学家。那我给你看看他们的实际证据。有证据啊？有证据。有一个地方叫摩亨佐达罗，摩亨佐达罗它其实是在公元2500年前，是整个印度文明的首都。但是呢，在公元1900年的时候，整个首都莫名其妙的荒废了。按照目前官方的说法，他们是说是因为当时的天气变化、气候变化，或者是那里不适合人在居住了，所以他们就迁移出来了。但是这只是官方的说法，他们当地人不是这么说的。怎么说的？他们当地人说，因为有人释放了阿格尼亚。我现在给你看实际的证据。有证据啊？有证据。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堆考古学家，他们就发现，摩亨佐达罗这个地方好像这个地理面貌有点不太对啊，附近怎么动物也很少，然后植物也光秃秃的呢？然后再一看，这个地上怎么这么多绿色的玻璃呢？他们就想，这个绿色的玻璃怎么跟当年奥本海默在阿拉摩格多那边做的核爆实验留下来的绿色晶体这么像？他们想这里应该发生过核爆。那不可能一模一样吧？一模一样，因为那个物质是只有核爆才能够产生。结果他们就拿仪器过来一测，啪，50倍。50倍什么？50倍的核辐射。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核武器它不会说你炸了之后它就消失了，它一直残留。它有铀235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放射性元素，它会有一个半衰期。这个半衰期可能要长达几万年，所以那块地方大概率是不能有人居住，对，寸草不生的。但是它会成为动物的天堂，就是人类是不能住在那里。动物也不行吧？动物可以，切尔诺贝利现在那边都是动物，就俄罗斯那边。那个动物肯定也有人啊。人就不能住在那里嘛，人会得癌症，然后你的基因会断裂，会死。但是动物能够扛过核辐射，就很神奇。然后他们在测量的过程中，他们还顺便挖掘了一下，就他们挖出了44具尸体，而且这些尸体他们都形状很奇怪，他们都是手牵着手的，就是他们好像是一瞬间死亡的。只有一瞬间高温产生的气浪或者是能量才会造成这样的死亡，而且那44具尸体他们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跑的，或者说他们倒在同一个方向，手拉着手去跑。对，都是大人拉着小孩，就要逃生的那种感觉。对，他们都是在朝同一个地方跑，说明对面一定有他们的危险。我给你看一下。我不要看，我有点吓人不？不吓人的，可能他们朝向是一样。还有这个，就是当年保护他们的一个。对，然后我再给你看看刚才摩亨佐达罗的晶体是这样的，对不对？绿色晶体这么大？对，这是放大了吧？然后再给你看看当时奥本海默做实验的地方，好像是很像，真的很像是很像，而且他们的核辐射值也是一样。所以你说这个从哪说理去呢？从哪说理呢？所以这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乱用对呀，那会像5000年以前一样啊，吓人。我再给你说一个再进一步的证据。在土耳其，你喜欢去的那个土耳其，土耳其有个地方叫德林库尤，德林库尤那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景点，你知道吗？什么？就是地下城。地下城它深达85米，它有15000个通风口，一共有18层。这里面是可以居住人的哦。可以住人？真的有人住吗？真的，就当年是有人住的，现在没有，现在已经没有了，变成景点了。对，你想当时到底是什么环境或者是什么情况才能够需要人住在地下18层？什么环境？就是当时他们为了躲避什么？好像在对，因为当时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其实只有冷兵器，
如果只是为了抵抗雅利安人或者是抵抗其他的部落的话，他们只需要把建筑建得更厚一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躲到下面的防空洞里去。地下室8层。而且他们有石门，他们的石门是从里往外开的，外面是打不开的。每一个石门有500公斤，所以把自己封锁在里面去。对，而且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封锁，他们应该算是保护自己。因为石头是抗核辐射的，他们在躲这些。也就是说，有可能当时是爆发出了不止印度核文明的战争，可能是一个全球的战争。因为印度核文明离土耳其很远的，对。但是他们又有相似的巧合，你就很吓人了。对，天哪！所以珍爱生命，远离核弹。那是。而且它里面还有那种地下水，他们可以不出去，他们也有足够的食物供给，也有足够的地下水。而且他们还有，那他们有15000个通风口啊，15000个通风口，那核不会进去吗？它的那个设计就是你的风啊就不会自然的流到最下面，而且它本身就是石头做的，它本身就有隔绝核辐射的能力，就是一点点，对，慢慢，可能已经到2、3层，它就核辐射基本上就没。天哪，好厉害！那能发明出来这种也挺厉害的。你能凿出来就很厉害啊，对呀，而且能知道石头。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你想在2、3千年前的人到底用什么技术能够把石头开采起来，然后还能打85米这么深的地下城？那就是跟我们之前说的，那就跟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很像。对，跟我们之前说的，就是曾经有过一些。对，之前的人都很高大。你说的是不是吗？我刚刚想的不是一个，不是那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你有兴趣，我可以跟你讲。我知道了，我们说的当时是那个长生不老里面对，有说过上古的一些神。对啊，那不然的话，有谁能制造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而且都是石头那么坚硬的东西？你就串了，是不是？你把金字塔、封印说和长生不老的那个神合在一起？不是呀，也有道理。就是这个，你不是说石头吗？全都是石头吗？是。所以我反而觉得是它不一定是神帮他们造的，因为这个离神已经有点远。神可能在6、7千年前，或者是15000年前。那是谁？不知道呀，他们当时怎么造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造出来我就不知道。就是很厉害，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所以我说了这么多，你觉得史前核战争存在吗？存在，一定存在。我也觉得存在。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哦。拜拜。